周牧师呢，其实常年旅居在美国。那刚才跟他聊天，他说他在美国待了快50年了。那目前是在达拉斯，那他的小孩子都很有成就有些在纽约，有些是在华盛顿 DC 所以也几乎都在美国。那他我们很感谢他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呢，常常回台湾跟大家分享他的一些讯息。那周牧师有很多的著作就像刚才弟兄提到说，他的等候神、安静等候神基督徒的内在生活、经历神的捷径、认识圣灵等等。所以周牧师是很擅长写作这些东西，他能够把他的一些心得，把他的一些见证呢写在书当中。那是一位非常有恩典很有能力又很有智慧的一个好牧师。那我们看到周牧师他的为人是非常的和谐温柔谦恭，那一生也是追随着圣灵他在1985年的时候呢，就全职担任这个牧师的一个工作那今天我们很感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来听周牧师跟我们做分享。我们以热烈掌声来欢迎周牧师。好，谢主。这个有机会，再次来长安医院，跟这边的弟兄和姐妹，能够分享主的他的话，还有他的恩典感谢主。我呢，无论到哪里聚会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总是会提醒耶稣所说的一句话，其实很简单，可是常常被我们所忽略。那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8章20节，他说：“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因为这句话被忽略，所以我们应该每一次聚会的时候都应该享受到主的同在，因为被忽略，所以呢，聚会好像只是来，比如说查经祷告或者什么特会就好像注意这个。就忽略了耶稣就在我们中间。其实耶稣离我们不远。我们从信耶稣的那天开始就应该知道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做觉知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更重要的是接受耶稣进到我们的心里，进驻在我们的心里。从我们觉知那天开始就应该是与主同在。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这样忽略了。那我呢，也是开始的时候也是不太清楚。我是18岁，在南京信主的。信主的时候我是什么都不懂，只是去跟同事去教会去了半年。听了半年，就觉得蛮好的只觉得信耶稣是一件好事。所以当他们问我要不要受洗那我就说好我只知道我当时做这个决定是对的。这是
我18岁的时候，我现在已经85岁了啊，差不多70年。我回头想一想呢，这是我这一生当中所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但是那时候不懂得什么叫做与神同在啊，还有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啊，可以说经过好几年，那个时候也是蛮热心的就是教会各种活动啊都参与啊，什么服饰都参与，包括洗厕所我说的那个厕所呢是几十年前的，不是今天台湾的厕所，所以，但是就是这样糊涂热心，过了好多年，我以为我还不错的我这样很热心做基督徒比一般基督徒都很好其实，我没有真的是经历到主与我同在，而且主住在我的心里。我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只是有一些知识。我们那个时候的教会很注重读圣经、查经解经在这些方面呢，好像吸收了蛮多的但是说到主与我同在，耶稣住在我的心里我不知道是到底怎么一回事后来我就慢慢的就很疲惫了，苦干了到一个地步，就觉得好像我一定缺少什么所以我就开始就寻找也花了很多年寻找不让我们一面听一面呢不要忘记主就在你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耶稣在我的里面莫名其妙的那个心呢就会容易平静下来。为什么呢？后来我才知道耶稣他在旧约里头就有不同的名字，譬如旧约里头那个先知以赛亚预言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对不对？以马内利翻出来，我们就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是一件事我们经历还有活在其中又是一件事。那还有别的名字，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和平的君应该是翻作平安之王，这个英文的翻译叫 Prince of Peace， 平安之王。所以我们一想到主在我的里面的话你生气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想到耶稣就在你里面莫名其妙的你那个气就慢慢的会消下去因为平安的王 The Prince of Peace 就在我们里面。这个王就是他是掌管的。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呢耶稣在安息日医病做一些事，那些犹太教的领袖，那些活在律法里面的宗教领袖不以为然就认为你犯了那个
安息日呢，不可以在安息日做不可做的事。耶稣就说：“我就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或者说平安，是来自于耶稣，他是平安之王。那个在哥罗西书第3章15节那里说，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基督的平安就是他的同在，在我们的里面呢，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做主。可是呢，我们如果还没有这个信到一个地步，就是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平安之王的话，那我们让什么做主呢？我们让忧虑做主，担心、害怕、恐惧、没有安全感，我们反倒用让这一些东西来在我们的心里做主，这就不对了。所以圣经才教导说，我们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做王。那就是要常常想到他。那我是头几年也是不懂得这一些，所谓内在的生命内在的生活。这些年呢，我比较多注重一点，讲到那个内在生活，就是让人要回到里面，要注意它里面所有的。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4章第4节那里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就是说在我们里面的主他是超越一切的。这个世界上的那一位，当然现在耶稣称撒旦是这世界的王约翰也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在这个世界里头，要知道只有耶稣这个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住在我们里面的，清楚知道住在我们里面，只有这样一般的人他不受这个世界的王控制，他不在这个恶者的手，握在这个恶者的手下。其他的人包括基督徒在内，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里面呢就有那个平安的王，基督的平安就在他们的里面，他们一样也是会这样。为什么我会选这个题目呢？因为这个压力，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尤其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这个不是单单台湾的，美国也是这样。而且美国的那个科学的调查在所有美国生病的人当中有75%以上都是因为这个压力所带来的。所以这个压力在美国呢，对懂的人呢，就是他是一个杀手的 killer 的杀手，可是人不知道。那我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个杀手的背后是那个真正的杀手就是那个撒旦。你记得耶稣讲到魔鬼他
他说他从起初就是杀人，魔鬼啊，从起初就是杀人。现在所有的杀害、杀人，包括自杀这一类，那个真正的凶手、真正的杀手是背后的那个恶者，撒旦。所以讲到这个压力啊，真的是虽然人有很多的方法，怎么样来疏解这个压力啊，可是如果你没有认出那个背后的那个凶手，要知道所谓知己知彼，还要知道他的那个力量，全世界都握在他手下。我一直都是相信这个忙，单单这个忙，这是也是个世界性的人呐，忙。我一直相信，在这个忙的背后有一个力量在控制，好像人呢，非忙不可，我不忙我就不能活了，这样，所以那个力量在背后就是厉害到这样一个地步。那么，谁能够来对付这个凶手呢？讲。除了我们所信的耶稣，就是要知道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如果只相信耶稣是圣经上所说的，也就是历史上所记载的这个人物，如果我们只相信耶稣到这样一个地步，只是一种理性上客观的来接受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在2000年前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相信他，我们就没有罪就得救了这样不够，这还不是圣经所说的、所教导的那个信耶稣。圣经里面所教导的信耶稣呢，是他不但是历史上有这个人，你知道现在在美国还有人在研究还有人在怀疑这个耶稣到底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物？我看到这样的文章我觉得很难相信，不可思议。一直到现在美国还是一个开始的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仍然还有人在那里怀疑说，在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耶稣这个人？那当然，这样呢根本没有得救了，根本没有信耶稣。可是我们要信耶稣，要像圣经上所说的这样信。他历史上有这个人，他也死了，真的是钉十字架，但是呢，他第3天复活了。他第3天复活，就是证明他是从神来的。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常常说：“我是从神来的，我是从上面来的。”你们是下面来的。可是很多人不容易懂，连他的门徒当时也不太明白。比如耶稣他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父。那门徒信不来，怎么你是拉撒勒的耶稣，怎么他们信不来？但是确实他是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他说我与父原为一，那就是他是神，他是上帝，但是他也成为肉身。但是他成为肉身，成为人，跟普通的人不一样。普通的人呢是有爸爸
要母亲怀孕的讲，她是不是从人怀孕的？她是从圣灵怀孕的。她的复活，她的出生，她的死，这位复活，这些都是足够证明她是神道成肉身这样。那么保罗呢，是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啊，是说到他是从教会说起，教会是神的家，然后就说到大在今天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所以当时在地上的耶稣，他是神在肉身显现。它里面，它是肉身，有人性，但是没有神。因为，那么他的死和复活，就证明了他真的是从上帝来。而复活以后呢，40天之久向门徒们显现，然后他就升天，而且在升天的时候，那些门徒们亲眼看到被那道云彩接到天上去，这样他们觉得很奇迹，很惊讶。那我们今天所信的耶稣，记得就是死而复活的耶稣。他因为是上帝，他不需要经过死复活，是吧？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完全是为了利我。不仅是为了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更重要的就是他可以住在你里面，住在我里面，像当初住在耶稣里面一样。这是耶稣来到地上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给世人看到，就是说神这位看不见的神可以住在血肉肢体的人里面。所以那我们讲这个疏解压力要从哪里开始呢？要从住在我们里面这一位他是谁，要从这里开始，就是要认识他认识他不仅是救主，也认识他是平安之王，他是赐平安的神，平安、喜乐、爱、智慧等等都是从他而来。保罗讲到那个基督的时候，在哥罗西书第2章，他就讲到，他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耶稣一直到现在对于很多人还是一个谜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呢要很简单的回到圣经里面，就是很简单，不要在圣经上加什么解释圣经这么说，我们就怎么信，那我们就有福了。但是我们这个人不简单，谢谢。因为人堕落以后它就变得复杂了。从哪一点可以看出来呢？就是人没有堕落之前，像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他们都不穿衣服，都是赤身露体，可是他们不觉得羞耻，就是人单纯到那样一个地步，就好像刚生下来的婴孩一样的，他没有那个羞耻感，单纯。可是堕落以后呢，就是那个就是受了撒旦的引诱违背了神的命令，马上就发现了他们去赤身露体，就必须要找遮盖这样。
所以就复杂了。那今天呢，耶稣来了，他要恢复那个当初的那个单纯。我现在年纪大了哈，就觉得越简单越好。这个少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知识啊，就开始复杂了，然后经过中年，然后再到了老年呢，就觉得哎呀，圣经所说的话就是那么实在，那么可信。所以保罗常常讲到圣经的话的时候，他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不但是可信，而且可佩服的，是值得我们来高举、来传扬、来信仰的。我就今天我就想到3个地方的圣经，我想可以因为我可以引用很多圣经，不过我觉得3个地方的圣经如果我们注意，第一处呢就是罗马书第1章第16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没有，那你就可以听好了那里就说那个保罗说：“我不以这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或者说要救每一个相信的人。”那现在的问题是说，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如果你相信，那你在一生当中你所遭遇到的任何的困难、任何的问题，如果你相信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那这个福音就能够救你。换句话说，这个福音就能够解决你的问题。那我可以在这里做一个见证我现在是我到80几岁呢，我真的是相信我所有的问题耶稣都能够给我解决，没有一个问题他不能够给我解决。不认识身体的、心灵的、灵魂的。灵魂体圣经把我们这个人分成3部分灵魂体所有的问题耶稣都能够解决。所以我信主这差不多将近70年，我现在呢得到的结论就是一句话：耶稣是人类一切问题的答案。但是呢，只有对那些信的人才能够成为一切问题的答案。如果你不信，或者说你信的不足，半信半疑当然你就不能经历到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然后接下去呢，他就讲他说这个福音神的意义正在这个福音上的显明。那这个义怎么能够显明呢？神的义包含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都是爱。他对人类对你我只有一个爱，就是都是为我们好。那这个义显明出来，怎么能够显明呢？它下面你们如果有圣经的话就可以看他说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从哪里开始呢？从信心开始，然后一直相信到底。所以有一个英文的圣经翻译你们读英文的人也许就知道这个 NIV 的这个版呢，他是说这个讲的这个信这个 faith， 他说 from first to last， 就是